说真的，我以前看乾隆这个人，总觉得他就是个天生的幸运儿。爷爷康熙打天下，老爸雍正正家产，他25岁登基，接手的就是一个国库充盈、四海升平的大清，什么都不用钱，坐享其成当盛世皇帝。直到我后来越读越细，才发现一件事：乾隆这一辈子是有明确分水岭的。在他33岁之前，他努力扮演一个温和、宽厚、虚心纳谏的好皇帝，百官喜欢他，百姓也说他仁义。可33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，把这个人的温柔外壳彻底打碎了。死的那个人是他的皇后富察氏。你可能会说，皇后去世吗？皇帝伤心很正常，治改变一个人吗？我跟你讲，远不止伤心这么简单。这场丧礼不仅是乾隆个人感情的崩塌，更是整个大清朝唐风向的大转弯。从此以后，那个和颜悦色的年轻皇帝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多疑、暴躁、说翻脸就翻脸、谁都不相信的独裁帝王。今天这期咱们不讲什么宏大的政治谋略，就讲讲这一对帝后从少年夫妻到生死离别，再到一场丧礼，如何掀翻整个朝堂。说白了，帝王也是人，也有心碎的时候，只不过帝王的心碎代价要由整个朝廷来买单。先说说富察皇后这个人吧，她出身满洲镶黄旗顶级勋贵世家，祖上几代都是朝廷重臣。雍正还在位的时候，就亲自选了这个儿媳妇，给当时还是宝亲王的乾隆当嫡福晋。那一年，富察氏16岁，乾隆17岁，两个人都是少年，从结发夫妻一路走到帝王皇后。你别看后宫佳丽3000，乾隆对富察氏的感情是真的不一样。历史上记载的细节特别动人。有一次，乾隆长了个疮，医生说要静养100天，富察氏就直接搬到乾隆寝宫旁边的屋子住，每天亲自端药喂饭，整整100天一步都没离开过，直到乾隆完全康复，他才回自己的寝宫。还有一个细节，富察氏当了皇后以后，从来不带什么金银珠宝，平时头上就插点绒花，穿的衣服也很朴素。他跟乾隆说，咱们大清开国的时候，祖宗们用的东西都很简单，现在日子好了，也不能忘了根本。乾隆听了特别感动，觉得这个皇后不仅是妻子，还是知己。说实话，在那个年代，一个皇帝，一个皇后，能有这种互相理解、互相敬重的感情，真的太难得了。乾隆是个很骄傲的人，自负才华，自负英明，可在富察氏面前，他愿意卸下那层帝王的壳，做一个普通的丈夫。但命运对这对夫妻特别残忍。富察氏生过2个儿子，一个叫永琏，一个叫永从，乾隆都特别喜欢，先后秘密立储，想让嫡子将来继承皇位。可2个孩子都没养大。永琏9岁那年得寒病死了，永从更惨，2岁不到就出天花夭折了。接连丧子对富察氏的打击简直是毁灭性的。从此以后，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，整个人郁郁寡欢，再也没有真正开心过。乾隆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，想尽各种办法哄他开心，带他出巡散心，可都没用。那种丧子之痛，不是说过去就能过去的。乾隆13年，东巡的队伍走到山东济南，富察氏突然病倒，高烧不退，几天之后就在船上病逝了，年仅37岁。消息传回京城，整个朝廷都震动了。所有人都知道皇帝跟皇后感情好，但没人想到皇帝的反应会这么大，大到超出所有人的预期。一开始大家以为就是一场国丧，按照礼制走流程，该哭哭，该祭拜祭拜，过几个月就恢复正常了。可乾隆的情绪完全失控了。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皇后办了一场极其奢华、极其隆重的葬礼，规格远远超出历代皇后的标准，花钱如流水，全国上下都要扶丧，官员100日之内不准剃头，百姓1个月不准嫁娶。但这些都还算正常，真正可怕的是他急这场丧礼开始大规模发作。第一个中招的是翰林院，官员们给皇后写的祭文，乾隆看了以后觉得里面有个词用的不够尊贵，不够体面，直接把翰林院掌院学士降了2级，就因为一个词从正1品降到从3品，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象。然后是光禄寺，负责办丧礼的祭品。乾隆说，祭品不够前进，不够讲究，光禄寺所有主要官员统统降级。工部更惨，负责做皇后的册宝，就是皇后证书和印章。乾隆看完以后说，做工太粗糙了，配不上皇后，整个工部从尚书到侍郎全部问罪，要么革职，要么降级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远远没有，最狠的是剃头案。清朝有规矩，国丧期间官员不准剃头，以示哀悼。但这个规矩历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很多官员该剃还是剃，也没人管。可这一次乾隆较真了，他发现好多地方官员国丧期间偷偷剃了头，勃然大怒，觉得这是对皇后大不敬，对朝廷的蔑视。从地方总督、巡抚到州县小官，只要被查出来剃了头，轻的革职，重的直接赐死。前前后后几十个1、2品大员就因为剃了个头，仕途全毁，有的连命都丢了。最让人唏嘘的是皇子们的下场。乾隆的大儿子永直、3儿子永璋在皇后的葬礼上表现不够伤心，哭得不够卖力。乾隆看了以后，当众大发雷霆，指住2个儿子的鼻子骂，说你们心里高兴坏了吧？以为皇后死了，你们就有机会当太子了。说完直接撂下一句话，这2个人断断不可继承大统。
就这样，两位皇子因为葬礼上哭得不够惨，直接被踢出了继承人队伍。永饶当时才20岁，从此以后吓得魂不守舍，天天活在恐惧里。没过2年，抑郁而死，年仅23岁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亲生儿子就因为一场葬礼上的表现不合皇帝心意，直接被宣判政治死刑，最后活活吓死了。这还是那个以宽仁出名的乾隆吗？整个朝堂从上到下都被这场丧礼吓坏了，大家终于反应过来，原来以前那个温和的皇帝是装出来的，真正的乾隆骨子里跟他老爸雍正一样，狠、独裁、说一不二，甚至比雍正还要情绪化，还要难捉摸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乾隆这么疯狂，真的只是因为伤心吗？我跟你讲，伤心是真的，但这场大清洗远不止伤心这么简单。你回顾一下乾隆登基的前10年，他一直在做一件事，扮演圣君，平反雍正朝的冤案，放宽吏治，减免赋税，对官员客客气气，对宗室礼礼貌貌。他要的是宽仁这2个字的美名，要的是百官拥戴，百姓歌颂。但扮演圣君是很累的，你要压住自己的脾气，要听不同意见，要容忍别人犯错，要时刻维持完美的形象。10年下来，乾隆心里积压了多少情绪，多少不满，多少对官员的轻视，谁也不知道。富察皇后的死就像一根导火索，把他压抑了10年的情绪全部引爆了。藉住这场丧礼，他终于不用再装了，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发脾气，可以随便降职杀人，可以让所有人都怕他。他告诉满朝文武，我对你们好，是我赏赐你们的，我不高兴了，随时可以收回来。从此以后，朝堂上的气氛彻底变了，官员们再也不敢把乾隆当成一个好说话的君主，人人自危，个个谨慎。乾隆的皇权比以前更集中，更牢固，因为没有人再敢质疑他，没有人再敢挑战他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，就是外戚势力的崛起。富察氏死了，但富察家族不但没有衰落，反而越来越兴旺。乾隆把对皇后的思念全部转移到了皇后的家人身上，尤其是皇后的弟弟傅恒。傅恒本来就是个年轻的侍卫，因为姐姐的关系一路飞升，27岁就当了军机大臣，进入权力核心。从此以后，富察一族成为乾隆朝最显赫的外戚家族，满门富贵，权倾一时。但乾隆很聪明，他重用外戚，却绝不允许外戚专权。他给傅恒荣华富贵，给他兵权，给他地位，但时刻牢牢握住控制权。傅恒一辈子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就是因为他太清楚了皇帝的恩宠是天下最不可靠的东西。回过头看这段历史，我心里其实挺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我觉得乾隆对富察皇后的感情是真的。一个皇帝拥有天下，却在妻子死后失控成那个样子，这份感情假不了。后来乾隆一辈子都在写诗怀念他，写了100多首，每一首都很动人。他南巡再也没去过济南，因为那是皇后病逝的地方，他怕触景生情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又觉得很残酷。帝王的伤心，最后要有几十上百个官员的前途和性命来买单。2个皇子因为哭得不够惨，一个郁郁而死，一个终身废弃，几十个大臣因为剃了个头，家破人亡。这就是皇权最可怕的地方，帝王的一点情绪波动都会变成整个国家的政治风暴。普通人伤心，官旗们来哭几天就过去了。帝王伤心，半个朝廷都要跟住陪葬。富察皇后的死不仅仅是一场爱情悲剧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。从此以后，乾隆朝的宽仁时代彻底结束了，取而代之的是高压、独裁、猜忌、文字狱不断的严酷时代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、温和有礼的年轻皇帝，在济南的那个夜晚，跟皇后一起死了。活下来的是一个孤独、多疑、手握绝对权力、谁也不相信的老年帝王的雏形。而随着傅恒的崛起，外戚势力登上舞台，乾隆朝的朝堂格局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。下一期咱们就来聊傅恒这个人，他是乾隆最信任的小舅子，手握兵权，位极人臣，可为什么一辈子都活得战战兢兢，连大声说话都不敢？喜欢这种讲历史、讲人性、讲权谋的内容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后面还有好多精彩的故事，我们慢慢聊。